山上的房子我以前有去考虑过，我就觉得很大嘛，那 CP 值很高嘛，你看那个 CP 值，你就会考虑到山上房，我还真有去看结果就问那个中介，这一间房子最近有多少组人来看？他说2个月来我是第一组。这个就算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之后会怎样？超级难卖，我不骗你，你卖半年你都卖不掉你然后只能被逼着一直降价，一直降价，降下来还那么嫌你所以如果你是自住要很开心，山清水秀你喜欢山上就去吧。你只要有掺杂到一点投资的属性在里头，山上的房子我是建议你三思啊。山上房子的这些致命风险你知道吗？先说结论风险就是山上的房子它真的不太会涨，而且因为买家变少，就算是房地产大涨的时候，它都很容易会被人家压价钱，所以以投资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物件。但如果你是要买来自住那就很 OK， 你就是那个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清闲退休生活。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央行打炒房不会轻轻放下，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山上房子不要想着赚钱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我看到的新闻这个标题蛮长的，我念一下。主播刘欣彤3000万换别墅，目标77岁前还完贷款，2次换屋后悔，100万装潢带不走。买房才知道，那这个新闻讲的是正妹主播刘欣彤最近要换房子了。要先提一下，他要换去哪里？他从新店山区的48坪房子换到一样是新店山区的100坪别墅，然后花了3000万这样。我要聊的是他有分享他住在山上的经验。第一个，住在山上很省钱那原因是因为他把家里搞得很像民宿，所以就不会想要花钱再去订民宿旅游这样。然后另一个省钱的点是外送，他不会送上山。他说他想要吃咸酥鸡的话，都要开车下去买。然后第二点，涨幅很慢就是他们婚前买的房子是在新店闹区捷运站旁边，然后他们刚好在涨之前就把它卖掉，然后买了现在的新店山区，结果发现涨幅相差很多他们只有赚一点点钱而已，但是他觉得没差，因为这间房子是买来自住的，不是投资用。所以你要知道，买房自住开心最重要对啊，你看这也是再次验证了我之前讲说买房自住开心喜欢最重要像这位正妹主播，他即使已经住在山上5年了，他现在要换房子还是想要住在山上那表示说山上的那个环境是有吸引他的，他不是说从山上这样逃难下来，而是他要继续住在山上，只是他从48坪的房子换到另一间100坪的这样，所以很好啊。如果你今天用自住兼投资的角度来看山上的房子，我跟你说你会变得怎样？你会变得很痛苦那我带另一个视角来给你看一下。你看新店的房子现在涨成什么程度了，然后你居然要把你正在暴涨的房子卖掉来买一间山上的房子，连咸酥鸡都买不到，然后5年以后你要卖也没什么涨，那你到底在干嘛？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抱持的这种想法，绝对夫妻失和，甚至有可能搞到离婚。所以这个我就是不喜欢啊，就有人整天在那边想自住兼投资那他的自住的比重是多大，投资的属性是多大，这个就不用这样，你自住你就开心就好了，就不要再去想投资的事情。投资是怎样？投资物件永远都会有永远都会有那个屋主欠钱啊，儿子赌博啊，有的没的这种投资的物件就是会喷出来，永远都会有，你捡不完的这些东西你只是没看到而已啊。比方说什么3年之前你怎么没去买那个 Nvidia 的股票或是为什么我之前要卖掉大概300块的台积电一大堆了。投资的事情机会太多，满地都是机会，这个回头一望只会让你越想越气。那你买房子也一样，你自住的房子住得好好的，结果你那边自住兼投资然后又看了人家房地产在涨，那个涨幅比你现在这间自住兼投资还要厉害，那你就不开心没有必要。自住就是住在里面自己舒服，家人开心，这样就好了。最后你要知道，山上的房子就算大热它也不好卖我看到他这篇文章的时候蛮有趣的他有提到蛮有趣的，就是其实他之前买的那间48坪山上房子是有赚钱的，只是因为他装潢就给他300万下去，那变成说他卖掉以后扣掉装潢没赚多少，所以他的体认是说
不要在装潢上花太多钱。这蛮有趣的，我猜啦，应该就是买方怎样，他不认这个中古装潢，他说要买来还要拆掉，然后压他价钱才会这样，不然你都花300多万装潢，应该是蛮顶的，不太可能就没办法反映在价格上。毕竟他还住5年呢，这件事情又跟买在山上有关。今天这个房子在山上，那会来看，会接受山上房子的买方就是少，而且是要有很有实力的买家。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山上房子可能建价很容易会出问题。那就算你是首购，银行说不定都给不到你80%。所以变成说，你今天要卖这间山上的房子的时候，就算是房地产大热，那还是买家讲话大声。如果他不买的话，下一个要来买的买家，你可能要等3个月、半年这样。所以如果你要买山上的房子，我是建议你自住 OK， 自产的话尽量不要。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换房是喜欢就好。那我先跟你聊了这个正妹主播刘欣彤的换房心得。他从新店的山区48坪那换到一样是新店山区的100坪别墅，然后分享了一些经验，好像是住在山上很省钱啊，那么好山好水啊，什么有没的。山区的房子他自己也有讲，涨幅真的还好那他的山上房也是有涨，只是说5年了就是小赚一点那因为他是自住，所以他可以接受。那我就认为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心态。如果他今天抱持着什么自住兼投资来买那个山上的房，我跟你讲，那个夫妻一定会吵架，300多万的装潢下去然后最后又卖不出那个装潢的价格，涨得比人家慢，各种问题都会是那个吵架的导火索，这样吵到爆。那另外我也提醒你了，买山上的房子你会遇到的劣势就是买家太少了，就算你在房地产大热的状况下卖，你最多就是小赚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你单纯要自住那是 OK 的，没问题。那如果你是要买来投资，我还是建议你先不要。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 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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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
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讲八卦，山上的房子我还是不喜欢那双北或者是中南部都一样，因为山上的房子它很容易遇到一个状况，这状况是掉队掉队的问题。这个东西我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房地产在遇到一个大涨的周期 ，OK， 它不是瞬间立刻整个县市的房子不分区域、不分老旧一起在涨，不是这样，而是先从蛋黄区的预售然后再来是蛋黄区的中古从化区的预售、从化区的中古这样，它是有所谓梯队的一梯一梯这样子往下涨。好，那山上的房子很容易掉队是为什么？是因为它是最后一波那个比旧市区老公寓还要更晚才会轮到山上的房子，你就是要等旧市区老公寓都已经涨的有一个涨幅，然后人家来看你山上的房子，然后发现这 CP 值还算高，只有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涨价。好，那掉队的问题是说，比方说我们今年遇到了2次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第一次是6月13号那第二次是9月19号，那接下来还有今年的最后一次12月19号 OK， 前2次的理监事会议他做了什么事情？反正搞到现在3个月内，第2屋贷款剩5成，第3屋贷款剩3成，这个就是我说的掉队。为什么？此时你山上房子你要怎么卖？人家要买山上的房子他很难会是首购那通常是买第2间，然后招待所或是自己退休度假用的 OK 好，结果你要他贷款5成，你要他怎么办？就变成说买方大家买市区都不好买了，那他还能把这个珍贵的贷款席位用在山上的房子，这很不 OK。你是买方你也会觉得这很不 OK。好，这个就掉队了。好，此时你这个山上的房子什么时候会涨价？等到下一波房地产大涨，而且大涨的时间要足够的长，不要又像2024这样急动。那一急动还没涨到山上的房子你又卡住了，一卡你就是要等到下一次大涨才有可能会解套山上的房子真的是以投资的角度来说，真的是不 OK， 很不 OK。你有这个买山上房子的钱，除非你喜欢那你喜欢你去自住嘛或你要做度假屋，这个都可以。不然我都认为它的战斗力真是逊于蛋黄区的旧公寓50年旧公寓。山上的房子我以前有去考虑过我就觉得很大嘛，那 CP 值很高嘛，你看那个 CP 值你就会考虑到山上房，我还真有去看结果就问那个中介，这一间房子最近有多少组人来看？他说2个月来我是第一组这个就算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之后会怎样？超级难卖，我不骗你，你卖半年你都卖不掉你然后只能被逼着一直降价，降价人还那么嫌你所以如果你是自住要很开心，山清水秀你喜欢山上就去吧。你只要有掺杂到一点投资的属性在里头，山上的房子我是建议你三思大概就是这样。